基本上脸都会瘦。等于说你的体脂率去到10以内，脸自然很快就凹进去了，懂了吗？看体脂率，你练哪里都没用，你只要体脂率降下来又瘦下来，体脂率降下来，脸都会凹进去，脸都会凹进去了，懂吗？1.75米120斤，100斤很瘦啦，已经都基本都凹进去啦，凹得了啦。如果你看你肌肉含量高不高而已嘛，懂吗？都已经瘦了，1.75米120斤，肯定瘦啊。你的脸基本都可以凹进去的。这些主播和主播的关注，谢谢。可是那些看体脂率，还有体重的那些去决定的体脂率越低，你的脸就凹进去越明显。等于说你体脂率只有8、6，啊，那就越来越凹了，这里越来越凹了，肌肉越来越凹了。这体脂率高的这些人才会慢慢的肿起来。你没有看到那些体脂率去到20几的那个脸，有一点点微胖，30几那些更加臃肿，懂吗？除非是有些人天生他是瘦脸的，比较其他地方肥，他脸是瘦脸的那一种人，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凹的，正常人都会这么凹。只有那些个别少数人才会这样，我一点都不凹。你身体瘦不瘦，你身体都瘦啊。如果你不凹的话，再减轻一点点就更加会凹一点点的嘛。等于说你肌肉含量不够高，你觉得含量够高的话，1.75米120斤肯定会凹进去，肯定会凹进去。为什么呢？如果肌肉含量够高的话，肯定会凹进去100%。本来你1.75米，体重才120，你看我的脸都凹进去。我的130几斤，我的脸都凹进去。你看你你还比我还高一点点，对吧？那你说你能不能凹？我才130，他是130斤，130斤，是不是你120斤？然后说你肌肉含量不够高嘛，肌肉很高，瘦是很容易的。方宇现在120斤，瘦下去很容易。我可以连麦，那视频吗？随你可以啊。我视频我不知道没搞过的不？就连上来了，这个没行。好卡，突然就卡。你看连麦我都卡了，我现在都卡了，我自己看卡，我的屏幕都卡了已经开始。不练，明天吧。什么时候晚上去练？没有。练得比较自由呗。
些。你们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卡？我自己感觉有点卡。偶尔卡色，我是觉得也是卡。我爱吃香菜，主播多点点赞，关注谢谢。我来了，谁？等一下，你半年嘛。Hello， 主播。啊。那个，我能漏吗？直播间？我可以漏吗？可以啊。等一下。会哪里变大？我在研究，我还没弄过大屏，主题在谁？对，给我设为初看。我翻转一下。你肯定胖就不胖，没有肌肉而已。我这个肩算有天赋吗？这个肩也不算有没有嘛，怎么说呢？还可以，也不算有没有，还可以。那我这个胸呢？这个胸？你胸，你侧面看一下吧。这样吗？手机的胸啊，正侧面看一下。你之前没练过胸吗？没有练过。可以去练一下肩，其实你什么都感觉什么都没，很平淡没有一样，但是胸呢，感觉有一点点出来，腹肌呢稍微有一点点，腹肌也是有一点点，什么全部都一点点。等一下，我再那个背呢，反过来看看。背怎么看？这样吗？挡不了你的背，看不了。瘦就很瘦的了，你要增肌也太瘦了。主要你想瘦下去，还是你想练怎么样肩？如果你想练肩跟胸啊、背啊那些，你又不要想着肚子有腹肌啦，脸会凹进去啊，不要想啊，要想你的脸会肿起来就可以了。可是我现在脸有点肿啊，还是有点肿。你要补碳水啊，要练起来，你很瘦啊，懂吗？你现在多高忘了？175，然后120。175、120。对。175，你吃到155斤吧。155。对。你以为啊，不是全是肌肉，你要吃到那么重，然后慢慢的用力量去减下来，懂吗？
哦，用力量减下来，不是说你吃了那么多就全部都是肌肉含量，不是的，你那里面的肌肉含量很低的，你以为很低的，要你慢慢的用时间力量去慢慢的去减下来，懂吗？为什么有些人增肌是增的很大只，一缩下来瘦的跟猴一样，没什么肌肉，这肌肉含量不够嘛，懂吗？肌肉含量不够缩出来，你看起来练的时候增肌都很大只、很壮的，一减下来就没有多少了，没有多少。那因为它的肌肉含量不够高嘛，懂吗？肌肉像我这样的话，要练大概多久？你多少岁啊22。22。对。练腹高的话2-3年，2-3年，很快了，已经都告诉你很快了。2-3年去到那个已经都可以很巅峰了，很快了。你不要想1年了，1年的话你自己摘吃的不一定吃得上来，懂吗？摘吃的不能吃得上来，不一定吃得上来。2-3年已经很快了，可以说是天赋比较高了。况且你要年轻，增肌比较快，要多补碳水。然后呢，你不要练的太久时间，你学会练到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吧，40分钟到1个小时，不要练得太久。为什么呢？你太久的话，你练太久你会掉肌肉啊，容易肌肉储存不了，懂了吗？好的。你要学会这个，肌肉需要储存。你每次练的话就你可以1个星期4-5练嘛，4-5练，不要练太长时间，4-5练，力量增上去就可以了，4-5练就够了，懂吗？然后你不要1个星期7练，我告诉你，懂吗？也不要那我那个什么蛋白粉什么要吃吗？你那么瘦不吃干嘛？你太瘦了，你现在那么瘦，你可以先吃1罐增肌粉，这样吃1罐增肌粉，吃1大罐增肌粉，吃完增肌粉1罐，看看什么情况先。如果可以真的比较多的话，就第2次买的话就可以换蛋白粉，懂了吗？直接换蛋白粉。好的。先冲上去，冲完之后看看行不行。你现在那种身材加上锻炼的话，你可以1次喝2勺左右都可以，没事的。好的，谢谢主播。对，增肌粉就喝2勺，没事，太瘦了你没事的，慢慢来吧。我有个朋友，他练了半年，也在直播间，我要不让他上来给你看一下。可以。8年可以，8年也是很短时间跟个新手一样嘛。其实你们都守一个新手时间，新手期那几个月最容易增肌的时候，你把握住，多补碳水，然后力量跟上去，会练，很快的，真的很快的。对，真的很快的，长起来长得很快。过了那个新手期就比较难，因为你肌肉有记忆嘛，肌肉有记忆的话就很难增，特别是有一些人不会练的长着新手期就拼命的练，然后肉又不会长为什么不会长？你练得太猛了，它储存不了嘛，肌肉懂吗？肌肉储存不了就很难变大只了，所以说不能练得太狠，最主要休息加锻炼，加你那个强度训练，有时候你可以练肩推胸都好就是说你这个重量，假如是你一开始只能推10kg 的，想突破15kg，做1个都好，2个都好，不管做多少都试一下，懂吗？然后呢这样那些10kg 的你可以做12个，又做12个，那些15kg 的能做一两个，就是能突破自己就能突破自己一下，懂吗？能突破就突破，能做6个你就突破一下，试一下突破，懂吗？人都要学会去突破下去，你不突破你很难把肌肉撕裂才会慢慢的休息，然后休息之后才会增长。我觉得健身最痛苦的就是前1个月。1个月，对因为你没有健过身体没有记忆，
所以说你一下子一练的话，到处都疼，懂吗？到处都疼。我之前练了1个月，就是1个星期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后面就摆烂了。那肯定的，你肌肉的话，你一开始没锻炼过，等于说你很久没锻炼过，一下子，哎，一上去一锻炼，完了，就疼的疼死你，可以啊，连嘛，懂吗？因为你太久没有锻炼过，然后一下子锻炼，肌肉没有记忆。当你在一个长时间的训练计划去锻炼的话，肌肉会有记忆的。你要学会你给自己定一个计划，1个星期改一次计划，往上调，懂了？1个星期就是刚开始的话，如果说你大重量你又受不了，然后如果上那种小的重量你又没效果。不是，你要学会有人辅助就辅助，不行的话，你可以来一些固定的器械，安全一点点的哑铃都好，什么都好不行的就学会去丢或慢慢的放，懂了吗？要学会去丢，慢慢的放，懂了吗？你就学会去大重量去慢慢去玩等于说你不行的做5个不行的1、2个都好，不一定人家说100%做12个放屁没用的，懂吗？好的。因为你看那些打比赛那些大神，那些哪里会正常去训练？不会的，人家要突破，你要突破那个重量，要肌肉撕裂之后才会变大，然后你蛋白粉那些碳水增肌粉那些练完3个小时之内都最好吸收，不要说等到回家1个多小时后早上去喝，那个时候就很难吸收了。最好就是刚锻炼完到半小时以内就可以了，懂吗？半小时内，你多吃一点碳水馒头那些面食类多吃一点点就可以了。那大学生打比赛很简单可以打的，天下好少一个，还有2年可以其实打比赛大学生那是2年够了，3年8年看你怎么练。那你没什么问题的吧？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就光那些的你是哪个？身上哪里看一下体态？你看一下吧。质量。要稍等一会儿，我先给看个数。我等上讲。然后什么？现在市场增肌还是减脂我这个是不是要减脂啊？减脂的话，你现在都没多少肌肉了兄弟，你现在没多少肌肉了，我告诉你，一减下去更加没有了这个有100种。你现在一减的更加没有了这些要增还是要减啊？你现在还需要增，还需要增。你现在增啊？多高多重？60公斤多一点，还有1.6米。60公斤多一点，1.6米。那你增到61.6米，你增到140斤吧，然后用力量慢慢减，慢减不会减。可是身高不高的话，也不敢再增啊，就想要再减。你现在120多一点点，你减下去，你看到形态，现在1.6米，看到形态线条的话，你可能要减到100几斤或者是90几斤懂了吗？你没有多少肉的，我告诉你，你这种这样形态的话，最起码你增到140斤左右，然后减下去减到110左右，你的形态就很好看，110、115就很好看，懂吗？对啊，要买那种增肌粉的。
不是蛋白粉就可以了，你不用吃增肌粉了，然后多补碳水就可以了。吃那些面食啊，馒头练完之后就吃2个馒头、3个馒头这样补上去嘛，懂吗？然后可以吃那些米糊啊那些，练完半个小时就在吃，练完半个小时就在吃。然后你练的话就一个星期4、5天左右吧，不要练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没什么用的。因为第二梯子不高啊。你要练到一次练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要高强度训练、力量训练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你缩脂很快的，你缩脂，然后你之后你增到140斤左右，然后用力量玩体能一样，不要玩太重了。等于说你一开始你可以推30的，可以推偶尔推1次2次30的，然后呢，后面主要是25、20左右，用体能减下来的，用体能力量体能去减下来，多练一下腹部那样减下来，不要经常跑步机那些跑啊那些，虽然那些减得快，你很把肌肉一下子健美。因为掉肌肉掉得很快的，什么就还是掉得很快的，就是能用力量减，尽量用力量减。然后你减脂的时候就把碳水降下来，不要吃那么多馒头啊，那些面食那些全都降下来，把蛋白质拉高它，降水降下来，懂吗？我这肌肉应该可以吧？这样。现在还可以的，现在还可以啊。现在还可以，但是你想减的话，我告诉你，我之前比你还壮了很，然后减下来就没有之前那么壮了。我告诉你，没有之前那么壮。我之前我的手臂手臂都42、43的，然后左右手臂，你自己想那种线条是吧？减下来都没有了。你以为那个很多100%会瘦的，瘦很多。好像我之前最重的时候，我158斤，现在是130斤，你看呢？130斤，那你想一下，你现在一减下去有多少啊？你肌肉含量不够高哦。第一个，你肌肉含量不够高，你够高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你肌肉含量不够高。有时也是61公斤，有时62公斤，有时60公斤，这个很难说的。一下瘦了，一下就已经变胖了。吃的量不一定，懂了吗？不准的。两个说你每天说，因为你每天都是有5斤左右的向下浮动，5斤左右向下浮动很正常啊，那些很正常。正常。都很正常，所以说你现在你是想的，你可以的话就增到140斤左右，140斤，这样慢慢减下来。1比6的话，减到115到120斤，115斤都很漂亮的身材，超漂亮。到时候你看你的身材就超漂亮。你现在是120斤，就是这样，人家是110斤的时候，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线条感，什么凹凸感，你只要含量不够高，你减下去就没多少了。你想见到线条感很明显的话，你要去到你现在要去到100几斤、105斤左右，线条感还很漂亮。主要是想减啊，就想减，感觉又胖，又老喜欢瘦。是想瘦下来的。现在你不用想减啊，准备现在秋天了嘛，秋天跟你在秋天的下半季跟春天的上半季的时候增肌，然后呢然后春天的下半季你就减吧，懂吗？因为那时候过完春天的下半季之后就修身材，现在1个半月左右去减脂就够了。或许就两个月，现在开始增，然后因为你到时候你穿的长袖，谁看到你？看不到你的身材，谁看到你？看得到你，谁看到你？冬天的时候就光着膀子，你看看不了的东西，看不了了。你像我这样的，你要吃到140，
140，最低限度，不然的话你很难，不是你一下子就增肌的，要时间打磨的。你增上来之后，还要转变成肌肉，要转变成肌肉。要出去蒸啊！啊？必须蒸了哦。对啊，要先蒸。现在你没肉，你减上去没肉的，你以为很多肉，你现在一看不知道，你减上去没多少的。我的胸啊，我之前的胸啊比现在大多了，我现在胸厚这么多啊，我胸现在厚很多啊，厚现在很多，一减下来以为我很大，我现在瘦下来，我现在的手都很大。边蒸边减的哦。对啊，你可以不是，你可以先现在秋天嘛，你先蒸3个多月吧，3-4个月左右，然后春天的下半季的春天的下半季就开始缩脂，懂吗？说1个多月左右吧，1个多月2个月左右，因为到夏天呢就穿短袖嘛，然后可以秀肌肉，懂吗？可以穿短袖嘛。每年你要想着秋天的下半季就开始增脂，然后到冬天的上半季，然后春天的下半季的到那个到下半季，然后到夏天的上半季去减脂就可以了，基本上我都是用春天的下半季去减脂，1个多月就够了，完全够了。做这体验就够了，没什么问题了吧？没有。好吧。水的，那不是水。什么个？我不是现在大2嘛，我还有2年，大3毕业的时候，想跟我朋友一起打比赛。准备打比赛是吧？大2毕业，你现在那么年轻，够了。大学生那些很瘦的，告诉你都没有很壮的，很一般的，告诉你。你随便去打一个新手赛，大学生新手赛都很容易拿奖，报了几个名就可以了。新手赛想打，跟我们练，到时候应该就练了快3年了。你练快练3年了？不是，到时候打比赛的时候差不多3年，现在刚练了半年嘛。半年的话那行啊。半年还好啦，那种心态，还要继续争啊，还好啊，可以啦，那种心态，可以啦。要胸小一点点嘛，你那些凹凸感啊，因为你肌肉含量不够高，你的肌肉含量都不够高，肌肉含量不够高，你要慢慢的去把肌肉含量提高哈。你现在你可以增，现在多重啊？现在72。70，然后多高啊？175。175的话，你增到160吧。160。160斤，其实行。是高了10个月，然后再慢慢去减，不用快减懂吗？慢减，用体能去减，等于说你这样练腹部现在慢慢去卷腹轮一样的去减，慢慢去减，小力量慢减，用1年时间慢减，就很漂亮。慢减，不要快减哦，记住。慢慢减。对，就很漂亮，一定要慢慢减，懂吗？是技巧来的，不要直接像跑步机那样去减，因为你掉肌肉掉得很快的这样。你想那个形态很好看的话，你要学会去慢减，不然的话快减有个好处，效果出得来快，3个月左右，懂吗？但是慢减呢，保持了肌肉含量，保持很多，要学会去慢减，不要太快。行，谢谢哥。对，有线条凹凸感的那些肌肉凹凸感的那些，你要慢减才有的，懂吗？你减得太快，你的肌肉的线条感很低，然后呢，你减的时候呢，做超级组，懂吗？这样。懂吗？
做超级组，就是慢慢的用体能去慢慢的去从慢慢超级组做到没力为止超级组然后大概练你减的时候又练2-3个小时吧。2-3个小时。对，1个半小时力量，剩下的都是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练腹部，可以的 OK 完全很可以的，告诉你，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想练得很壮很漂亮就这样玩。如果你想随便减一下下来了，留半年时间足够了，减就留半年时间足够了。如果减得很就是说形态很好看的话，你要留1年的时间慢减。1年的时间。对。行。对啊，你要留1年时间，因为你没有一下子蹦上去了，你要想肌肉保存的好的话，你要用体能慢慢减下来的。好。对啊，你以为跑步机那些有用吗？不是没用，是有用，但是减得很快。减得快。一方面掉肌肉掉得很快，的，告诉你。行。所以说你要先增自己起来，然后再慢慢减下去，不要一下子增上去之后做有氧把它直接跑没了。你以为增上去就全是肌肉吗？不是肌肉来的，懂吗？脂肪比较多，你要慢慢的让那些脂肪变成肌肉，懂吗？变成肌肉，慢慢的去变，放慢节奏就可以了。你那么年轻，说真的，2-3年足够你玩翻天的了。对啊，你剩下2年够你以后真的是玩翻天，不是开玩笑。我之前也是，我2年时间都可以去打比赛，2年玩得很厉害。然后能冲重量了就尽量冲重量。好。增肌的时候能冲重量尽量冲重量。行，上大重量。对，等于说你能做4个的、6个的，你冲一个、2个都好。有时候不一定很标准，但是要冲，懂了吗？行，谢谢哥。对啊，要冲，为什么要冲呢？因为你不冲，你永远都突破不了。不要像人家说的，做了12个才凉了。我告诉你，你永远都练不了人家更高的水平。很多大神那些大神打比赛很出名的大神，都是做1-2个突破一下这重量。因为你重量一大很难控制的，懂了吗？好。包括行程变短，你要知道大重量形成变短，不是拉长的形成变短。所以说要学会冲大重量。人家说那个动作不标准，不要管人家，懂吗？因为你玩太大重量，你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心态的，很难控制的，形象会变短的，懂吗？你小重量你要学会控制。他如果大重量的话，做几组啊？要突破嘛。所以说你练久的话，这就是经验嘛。练久的话就这样嘛。小重量可以控制，大重量不用的，要尽量把动作做好的，但是行程肯定会短的。等于说你一开始推肩，是不是推肩嘛？小重量的时候可以放那么低，平肩会低一点点，是不是？你大重量的话可能都不能平肩或者不能太低的，懂吗？不可能会高一点点的，这样推一点点，行程会可能变短，但是也是对那个肩一样有效果，一样有效果，懂吗？所以说你会去怎么去玩那个技巧。行，谢谢哥。是啊。就是他如果大重量的话，就做几组，还是说就做1个？什么？做几组啊？如果大重量的话。大重量的话做几组？你可以给自己大重量，你不一定做几组的有时候你做1-2组都可以的，突破一下冲一下，等于说你每次过去都冲一下重量，懂了吗？行，就冲一下重量。对，冲一下，就是让你的肌肉适应一下大重量，懂了吗？人要一适应的话，你后面能坚持，后面一做的话，如果你假如是你推20 kg 了，是不是大重量突然推到25了后面呢你一开始25的就推2个，后面推3个、4个，然后你推回20的话，就轻松很多了，因为你力量变大了嘛，懂了吗？好。变大了，你知道那个原理，力量变大了，然后呢你推了5个、6个之后，你又冲了30去推，后面力量又涨，懂吗？力量都是一步一步跳跃
行的去锻炼的，不要人家说告诉你做到12个才去慢慢跳。我告诉你啊，人家到时候练得很好的时候，你还在玩12个，好，还在玩12个，懂吗？懂了。好，谢谢哥。我之前就是做12个一组，就只那样做。对呀、不一定啊，很多事情不一定要突破一下，你做2个、3个都好，要突，不一定。那人家说要做12个，人家骗你的那些没用的，懂吗？当你把力量练上来的时候，啊，再推回以前那个重量是很轻松的，肌肉会长起来，很轻松的。好，谢谢哥。对啊，要学会这个就可以了。是，谢谢哥。啊，那什么就断了啊。行，谢谢。那你看图不用看图啊，你说就可以了。你直接说嘛，你是什麼情況？我瞓緊啦，拜拜。咁早瞓？手機貼埋，係咪啊？貼埋。188。你好，欧哥。啊，可以啊，兄弟，来。你现在是1.88米，哎呀妈！肌肉可以啦，含量可以啦。你想练怎么样？最主要是，你现在多重多高？我现在1.84米，体重的话是86千克，体脂的话大概在15。15。就是1.84米啊。1.84米。1.84米，可以啦。我现在说一下子，现在刷一下吗？要。你想练得更大只还是怎么样？你想增肌还是减脂耶？我想刷脂装逼，我还想增肌，我内心更渴望大肌肉。大肌肉。对。你现在是多少斤啊？172斤，1.84米。1.84米，172。其实你现在你长到差不多190斤就很壮，190斤。190。很壮，超级壮。我想的是185就开始刷。100不是你长了190，然后再去刷，信我190再去刷，你这个身体。但是我感觉我力量水平太弱了，但是我长肌肉长得快，感觉。啊？我力量水平弱，但是我长肌肉长得快。你体能嘛，你体能做上去吧，等不一定的，你要缩脂的时候缩的差不多，不一定的，因为肌肉含量不是说你看起来，你外形看起来变大，啊，看起来大的时候，肌肉含量就不出来，要缩脂的时候缩的差不多，你才能看得到了，懂吗？体脂率啊，那个线条感那些缩的差不多，你看得到了，肌肉含量，等于说缩到你去到8的时候，你更瘦了很多，好像你现在你是现在这种体重的话，你缩到8的话，你可能要减到10几斤，10几20斤。你猜我练多久了，哥？你那种你那种形态不低过2年了。2年以上啊。我练7个月。7个月可以啦，正常的人很难的，况且你是1.82米，真的那种肌肉是很难的了。对，就感觉肌肉变大了，但感觉力量小。不会把肌肉变大，力量小，你体重有没有增上去？就看着别人体重增上去了，看着别人卧推都推得很重，我的虚荣心作祟。不是，
你要学会，到时候你要学会说你能练6个左右，6到4个左右，你要突重量，好，懂吗？不要做到12个，不要做到12个，不要做到12个。我就平常就做6到8个，然后就做4、5组吧。对，也可以6到8个到6个的话，你能做6个，你就要往上加，行程短都没事，懂吗？行程短都没事。好，要突破，然后因为你现在7个月，你会练，都说新手期有个新手期真的很快的，你会练，人大家问快的，你现在是很快的那个新手期，是不是长得很快的？对，我现在感觉刚到新手期。对啊，长得很快的。人家说因为你第一个你年轻，然后第二个你新手期长得很快的，因为这个人家好像你1米8多的1米84的，长到你现在身材很少很少了。说真的，现在是很少，你去健身房基本都很少。7个月，包括你教练看你都是觉得很神奇的，告诉你。对，可能是因为我臂展长的原因。对啊，所以就很少了，超少。臂展长卧推就感觉就是它容易受限肩膀，它落在就正常那种行程的话，画个弧，然后我肩膀就会疼，确实疼。这个手臂很长。对啊，因为你。我现在就更偏向于做那个器械，不是固定器械。有时候你看你练的时候嘛，有的你推胸的时候是不是？推胸的时候，有些人呢就平肩下到平肩或平肩低一点点就够了。但是好的，往太下的话，推胸的时候肩受的力比较大。然后第一下拉上去的时候，拉上来之后是吧？拉上来的时候是肩先发力的。对，前束嘛。对，肩先发力的，然后后面推的平肩之后呢，才会有感觉，告诉你，松才会有感觉。所以说你要学会练松的时候不要太下，如果你想练太下的话，我直接告诉你，龙门架夹松更好，夹松是不是？拉的行程又大，松的感觉又大。你没必要去拿个卧推仰那些拉那么低，第一个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的松的感觉没那么大的，你的肩的感觉发力很大很大的，你没感觉到你越推胸的时候，那个肘越下的越低，那个前束感觉是不是越来越疼越来越大？对，因为你一下去的话就肩发力嘛，推上来的时候也是肩发力嘛，推的差不多之后。平肩之后往前推一点点才是胸发力，所以胸发力点其实在平肩或肩低一点点的时候拉就可以，不要拉太低。人家说有时候拉的那么低，比如拉那么低，不是胸在发很大的力，不是的，是肩拉的力很大很大，超大，我那个肩发的力很大。你要拿个肩那么硬推上去，硬推到平肩之后，胸才会感觉得到发力。你跟他发力，所以这里不用。有时候人家说，推那么低，不是的。第二个呢，有时候臂展太长了，臂展太长的话，很难推到松，很难推到松。对，很难。我甚至这个固定器械练平板推的时候，就感觉三头还参与发力挺多的。对啊，要学会不要做哑铃，懂吗？学会不要做哑铃。我推胸的时候推什么？我练肩的时候。学会去摸哑铃、摸杠铃、懂吗？学会去摸，放松，最放松的状态去推，这样推最放松的状态，尽量最放松的状态去推，不要老是想着捉着哑铃去，因为你一捉的话，你小臂、二头、手臂全都参与了，有时候肩都参与了，轮到你的胸感觉是很低很低的，很低的。好像我推仪式给你看，我推过胸，我推胸的话，我是直接，而且两个假如是15吧，两个15是吧？我两个15。这两个手看到没有？不捉的，摸着的，这样子，不要直手，带着微屈，下来上去个微屈，一点点微屈就够了。下来
平肩会低一点点，对对对。手不要捉紧，拨着可以，不行就丢，懂吗？嗯，好的。一样的，然后平肩会低一点点，然后手推出去的时候不要太直，一点点微屈，懂吗？嗯，好的。胸会收，没有收力点的，懂吗？没有收力点的，胸是没收力点的。我今天练的胸，我平常练胸就是3个动作。啊，平板。3个动作。夹松嘛。对，平板上斜，然后再练一个那个那种我不夹胸的，我就练下胸嘛。下胸就是那辅助引体那个板子往下压我不用那个臂屈伸。那个还可以。是不是这个容量太少了，哥？对啊，也学会去夹松，我们要夹松，练松，学会去夹松。好吗？我们在夹松，还有的话，如果你练松的话，学会练中松，转时掌上压，中松，好吧？中松。转时，你会做转时，有没有好？行。这样推一下中松，如果你中松这里不够厚的话，不好看啊，好吗？不好看。来学一下，加一个中松。然后呢，你卧推完之后呢，也可以学一下卧推完之后嘛，这样放松2个手，憋着气10秒钟，推完之后憋着气10秒钟，对，憋着气挺胸，憋着气，推完之后憋着气挺胸，要挺个10秒钟，让它这个胸充血，立刻充血，懂了吗？对啊。我一般就是平板推完之后，我喜欢带一组中束。你练刚推，我是胸和肩一起练。胸和肩可以啊，我就肩就练一个中束，就带一下。可以啊。小重量带一下，10千克飞一下。因为我告诉你吧，如果你练胸和加肩的话，有时候你就是你的力量分配的不一样嘛。可能说你刚练嘛，一开始练松的，可能松的力量比较大，到你练肩的时候力量就没那么大了。我的力量就没那么大，因为你一开始你刚进健身房的时候，你力量是很大的，因为你刚没有练嘛，对不对？没练的时候，你力量是很大的，当你练得太久的时候，力量消耗完了，你再练的话，你肩可能练了，但是感觉强度没那么高，肯定没那么高，我告诉你，肯定没那么高。所以说你有时候你可以参与一下，偶尔玩一下手，偶尔加一下那个手臂。OK， 谢谢哥。肩你最好就小参与加进去，你可以肩的话配背，懂了吗？跟背一起练，因为肩有时候就练到后束嘛，跟背一起练，尽量肩跟松啊。我现在三分化已经感觉到很累了，因为我训练我不划水的，我休息就是实在休息不过来，我就减载一个循环，再接着上重量。可以啊，你可以，如果你想减脂的话，你就多做几组，降一点重量，懂吗？多做几组。如果你想增肌的话，就2码事了，不能拼命的冲重量，就是说你想增重的话2码事了，要拼命的增重量，加重，不能长时间最长时间就锻炼45分钟到1个小时，锻长时间，不要长时间哦。你练的时间越久，身体的储备就越低。你练背练几个动作呀，哥？我背的话，如果胸的话就是平板上斜下斜那些龙门架，还有转时掌上压那些了还有刚刚你说那个了。然后肩的话也在前中后中束。我就细分到5个动作，对，肩背手，然后还有胸5个，每天1个，我全细化了。就是说我其他的我都不练了，腹部我每天练。对，我也是腹部每天练。腹部的话感觉一般，
不用休息的，不用休息的，腹部不用休息的，对，不用休息的。减脂期我打算拿出来就单独练，增肌的话就带一个动作。对啊，所以说刚刚我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就知道你平常都有练腹部的。正常来说，增肌的人呢，腹部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不会凸的很厉害。所以说，人家问我增肌的时候有没有腹肌，我说你不要想了，增肌的时候不要想有腹肌。我觉得增肌能看见腹肌已经算很失败。对啊，就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对，有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增肌都看得了腹肌的话，我告诉你是假的。你告诉人家是你做增肌的怎么增的，大哥，你的身体都储备不了，你的增个屁啊增！你是在对，不，你在缩脂，大哥，你在缩脂啊，是不是？就说你对人家说的增肌的时候能看见腹肌，想多了，不会的，不要想，除非你直接想缩脂，不要想增肌。增肌就是说你练的有一定的年限的人呢，不可能两者停在一起的，不可能的，要不你就增，要不你就减。我现在就是差不多就新手嘛，新手福利期没过，感觉就体重不变化但也有缺口，有点热量缺口吧。那个感觉就增肌减脂一起进行了，就看自己体脂能看出来。对，你现在你是新手期嘛，你可以增肌跟减脂一起同步进行嘛，是吧？因为你一开始是没锻炼过的嘛，只有新手那一年福利期，过了就没有了。过了之后，肌肉有记忆的，不可能同步的，因为你肌肉到时候有记忆的时候，你想要不你就增，要不你就减，因为你对啊，一开始你是没肌肉的嘛，是不是肌肉含量一点都没有的，所以说你一边练一边增，正常啊，一边减一边增正常。那我3分化的话要过渡到几分化？现在就神经有点疲劳。4分化嘛。4分化，好，谢谢哥。对，腿1天嘛，腿分在主要练1天嘛，最主要1天嘛。我腿不怎么练，我就划水。对啊，如果你怪不得你上身吸收那么好啊。我就是胸肩背，然后练肩的时候带一下腿。对啊，带1、2个动作，倒蹬、哈克。对啊，手你都要练一下，但是呢，你不要想着二头练得很大，因为二头是很难练得很大的，因为二头肌比较短，你要记得要比较短，想练大二头是很难的。我臂围好像40。可以了，你到时候再增肌嘛，增到40多。对啊，如果一般情况下可以增到42、43左右吧，正常的。如果有些人增到减下来去到45那些人很多都是打针。打针没必要，看自己能练成啥样吧。对啊，所以说很多人打针，为什么打针呢？因为正常的人很难能增到这个，除非有很高的天赋，去到45以上基本上很难。就是说他有8块腹肌还有手臂45那样很难的，很难的。对。都是人除非是打针那种人呢就有可能，因为不协调嘛，我们人的构成不协调嘛，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增到手臂是45然后还有6块腹肌那些很明显的线条感，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赋，很难的。他减下来，他的手臂有40已经都很厉害了，42都很厉害了，40都超厉害了，懂吗？对，减干，我觉得减到10的体脂，40的臂围就已经很厉害。对啊，很厉害了。你以为人家说减的，那么去到45的减下还有45，我去，你什么天赋啊？不是一般的天赋啊，没有打药了。45减完还45，很难的。说真的，哪里？等于说你本来就难。如果你最简单，我告诉你吧，如果你的臂围还没减之前，你的臂围没有50多的，你怎么减下来40能减到45啊？对不对？你手臂没有练到差不多52、50左右的你减下来哪里有弄个45啊？你42、47都不一定能
检测能保存到45的维度，不能保存的，肯定会掉的，100%掉的。那哥，我增肌的话，我1个星期或者说1个月增多少体重比较合适？就在我这个15的体脂上，我打算增。你没有说多久，你要增到一定的体重，好像我刚刚告诉过你了，增到了190啊，190。对，我知道190，但是就是说我现在172，然后我打算先增到185，先试一下。可以啊。然后我要增肌多长时间？你现在是多少斤呢？172斤。172，185。这样，如果你看你肯不肯吃，如果你可以努力肯吃的话，1-2个月可以。1-2个月。我碳水拉的挺高的，我碳水拉到4到5倍吧，5倍。你怎么说？你健完之后啊，你练完的半个小时之内冲碳。好的。懂吗？冲碳，练完半个小时就再冲碳，然后白天正常也冲碳，等于说一天能吃10个馒头，你都很快飙上来了。你练完之后蛋白粉冲碳，然后你练完之后你能吃4个馒头，撑上去，一天能吃10个馒头，加上一点蛋白，你增肌的时候你蛋白质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碳水，懂吗？碳水占70%，蛋白质你冲高都没用，你减脂的时候就反应过来了，我减脂减脂的话，你要把蛋白质拉高它哦，懂吗？必须要降下来，等于说一开始你吃一天吃10个馒头了，你把馒头就不要了，然后吃起那个低一点的碳水，懂吗？降下来。或者是2个慢慢的减下来，慢慢的减下来，吃一下慢慢减下来，然后把碳水降下去，把蛋白质拉高它，直接是你等于说现在你是170多斤是吧？如果170多斤，正常来说呢，一天吃鸡蛋的话是7个左右，7-8个左右，正常是蛋白，好吗？7-8个左右。如果你去到180、190的，等于说你要吃8到9个蛋白，8到9个。我蛋白质吃的挺多的，我蛋白质拉到1.5、1.7吧，1.7倍。体重。如果你增肌的话，就蛋白质不用拉那么高，把碳水拉高。行。碳水我要拉上来了。对。碳水一般没怎么算过，但肯定也到4-5倍了。对，你把碳水主要拉高它，碳水拉高它，蛋白质要补，没错要补，但是你不要把蛋白质放在第1位。那么增肌的时候，蛋白质容易放第2，第1是碳水只要拉高，然后把体重增上来，就立刻把它转化，明白没有？转化，立刻把它转化。因为你健身，你想变大，你必须要有肉啊，懂吗？有肉啊，碳水就是把你的肌肉变大了，把肉增起来嘛，把肉增起来之后，你后面你有肉了之后，用体能用力量慢慢减下去，然后把蛋白质拉高它，懂吗？反向操作没有，懂吗？其实我增肌期我一直有个执念，就是说力量水平达到什么什么程度，我才愿意开始减脂。我一直有这个执念。没有的。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力量是不一样的。我力量不强，但是我感觉我长肉就长得挺快的，看起来体脂也不是特别高，15的体脂。对，这种就是你的天赋。行，谢谢哥。对，这是你的天赋。人家安慰我了，搞通低。人家是不是人家练很大的重量都不长肉，没用的，懂吗？你的天赋就在这里，人家都很奢望你那种身材，说真的很奢望你那种身材，为什么？能长上去，能瘦下来有体型很难的，不是说你推得多重就多牛逼。有些人，我们所谓说的天赋就是身材，能不能长肉，形态，
不是说你的天赋力量是一方面，但是力量天赋跟身材天赋差天共地，人家都是看身材比较多。你就算你力量多牛逼都好，出门在外也要看身材的，是不是？确实，我有几个搭子，就是那天赋怪，就力量很大，但不长肉。对啊，所以人家会很羡慕你啊。行，谢谢哥，谢谢哥。对啊，你慢慢练就可以了。你天赋很高，说真的，刚刚一连上去我就说了，正常来说，你这种身材的，2年的要练2年的，没天赋的话很难练得了，要2年。练了7个月，确实7个月。对啊，所以说你天赋很高了，你比人家那些地方的，特别是高的人啊，越高的人越难练。你说你的天赋有多高啊？对，我看起来很壮，就是在健身房里看起来也挺壮的。对啊，所以说人家越高的人增肌就越难，而你的相反，你身高摆在这里那么高了，还练成那么壮，你的天赋是很高的，懂吗？比他们的天赋高的太多了，他们很羡慕你的。你不要想着用力量跟他们比，你用身材跟他们比，行，谢谢哥。他们来不及啊。安慰到我了。对啊，你不要力量，你可以慢慢长上去嘛，但是身材，他练死他们练不出来嘛。确实，长力量长得还行吧，只能说正常水平，和我这长肉水平不太符合，就是。对啊，所以说你把你的身材慢慢的造型造好它就可以。行，谢谢哥。对啊，你不要老是跟人家对比力量，行吧？慢慢来就可以了。行 ，OK。好。要挂了。好的。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跟人家比重量，你的天赋很高，你的天赋超高，没有多少人7个月练成你这样，很少，我见过的人都很少。送了这2007送了大啤酒。你那种身材基本上增到190左右，180、190左右，然后慢慢的用力量减下去，超漂亮，超漂亮。然后减到1米84，减到170斤左右吧，线条感全部出来了。175到170斤左右，全部出来，现在看很漂亮。如果你想壮一点呢，那就180了。所以说，想越壮呢，那就重量就越加上去，往上加，那肯定成对比的啦。多补汤水就行了。小姑啊，2点都要回去。多练练就行了，兄弟，你可以了。说真的，我见过那么多人，你的形态是属于最好的，是吧？这形态属于最好的，应该是我健身房，我健身健了9年，去了健身房几十家真的。
见过无数个人健身，无数个在这里练，见的太多了，对吧？见的太多了，所以说看到你这种天赋的人少之又少，很少了。特别是高的能练成你这样的，基本上单手都可以数健身房，单手都可以数。不要跟人家对比力量，秀你的身材才是王道，懂吗？秀你的身材才是王道，他们会羡慕死你的。说真的，羡慕死你的。是啊，这个点还要健身啊。我现在体脂率看8多，而且现在什么都出来了，都没有以前练得那么狠。我早上更干，我早上吃了东西，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体脂率去到8点多，慢慢来就可以了。你那种以后的成就很高，说真的很高，有这样的身高，有这样的身材。太高了，还要那么年轻，最主要是还要那么年轻。腹部我是每天练的。有时候练腹部的话，你每天给练一下，不一定说练多大的效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囤一点肌肉在这里就行了。下了，拜拜，我也要回去了，没电了，手机都13%的电。拜拜。